你知道吗？中国曾经有一个富豪想要开凿尼加拉瓜运河，买下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公司，还打算发射通讯卫星到太空。不过后来这个中国马斯克却人间蒸发，那些计划也因此变成了大型跨国诈欺案。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中国马斯克王靖吧。Elon Musk。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角呢，并不是刚刚影片的那个人，而是中国企业家王靖。大概10年前，他获得尼加拉瓜运河的开发权，一举成为了世界知名人物。之后，他还投资了很多个国家级项目，从海港到卫星，全部都是他的目标。不过，去年他经营的信威集团正式宣告破产，而他本人目前也已经人间蒸发。现在，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查中国马斯克，出现的应该大部分都是一龙马的资料。那么，这个企业家王靖当初到底是怎么崛起的？为什么他会突然人间蒸发？那些投资案最后又是怎么收场的呢？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平常会听 podcast 吗？今天要推荐一个超赞的节目给你哦，没有错，就是我们的志祺七七 podcast。这期podcast 除了会来陪你聊聊时事议题跟趣味知识之外呢，还推出了各种特别企划，像是强者我朋友访谈节目，每集邀请我不同领域的朋友聊聊他们的职业甘苦谈、创业心得啊，当然还有干话拉赛跟宅宅话题的部分哦。目前上过强者我朋友的来宾，除了大家熟悉的贝利梅、伯恩、Fred 之外，还有资料科学家、策展人、医美医师等等的专家达人。像是最近的一集，我们就请到了理科太太来上节目，分享她怎么在超级忙碌的工作压力下维持生活平衡的方法。想要知道他们是怎么变成强者的吗？赶快点击资讯栏到志祺七七 Podcast 收听订阅吧。一直以来，王靖都被视为中国最神秘的有钱人之一。从我们能查到的资料当中，只知道大概1993年的时候，他曾经在北京开一间洗浴中心。之后再有公开资讯，就是2010年左右，他成为信威公司董事长。但这中间的经历就几乎没有任何的资料。以前 iPhone 刚刚诞生的3G 网络时代，信威是中国最重要的通讯公司之一。但后来因为经营不善，曾经濒临倒闭。不过从2011年王靖接手担任董事长开始，公司马上就起死回生。不但从柬埔寨接手了一张30亿美金的订单，又号称他们有在当地进金矿，接下来又一步步的陆续投资各种不同的领域，而其中有很多都是国家级的巨大投资案。2012年，信威集团在香港成立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HKND。这个 HKND 公司呢，宣布要投资400亿的美金，准备用5年的时间来开凿运河。而开凿成功之后，他们也可以获得最多100年的经营权。这笔投资让王靖突然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人物，而接着他也又宣布要在乌克兰投资深水港。2014年，王靖又创立了北京天骄航空，想要呢收购乌克兰的军机发动机公司。同一年，他们也跟北京清华大学合作，发射试验卫星到太空。2016年，还打算收购以色列的卫星公司，将通讯卫星打上太空。这接连几笔大投资案，让王靖被人称作是中国马斯克。那虽然王靖宣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过有非常多的国际大媒体都曾经质疑，他们之所以有办法连续展开那么多的大型投资案，可能是因为王靖的这间信威公司跟中国的官方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信威原本背后的大股东呢是大唐集团，这个大唐是中国5大电力集团之一，是一个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而根据 BBC 的报道呢，在信威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还专门有一个叫做领导关怀的地方，展示各大领导人到公司探访的报道与照片，包含了像是习近平啊、李克强、江泽民、温家宝等等的一票中国高官都有在上面。另外呢，有报道也揭露，信威承接了中共党员干部的教育工程项目。一般通常会认为要接中央的案子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很多人都会推测他们跟中国官方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那当然，这些推测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证实，但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外界普遍公认的是，当年的那笔尼加拉瓜投资案都是让王靖以及信威公司声名大噪的关键。
尼加拉瓜是去年跟我们断交的国家之一哦，它的位置在中美洲，虽然天然物产丰富，但因为政治腐败、科技落后，所以经济的表现相当疲软。目前手机覆盖率大约只有13%，是美洲地区人均 GDP 最低的国家之一，只赢过我们的友邦海地。早在100多年前呢，美国想要开凿一个贯通太平洋跟大西洋的运河时，选项就曾经包含了尼加拉瓜。不过后来美国选择巴拿马，盖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巴拿马运河。那虽然当年没有抢赢哦，但一直到近代，尼加拉瓜还是有不少人很向往运河，而这其中的拥护者也包含了总统奥蒂加。2012年，奥蒂加重新提出尼加拉瓜运河计划，他希望这条运河可以帮尼加拉瓜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够满足越来越高的国际航运需求。听起来这只是总统的个人观点啊，那为什么王静会因此受到全球的关注呢？这主要是因为运河完工之后，王静的公司将会获得100年的经营权，这就代表说，有一间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可以直接掌握一条在美国南边的航运要道，非常的具有战略意义。不过，当年大家之所以没有选在尼加拉瓜挖运河当然是因为困难重重，而这些问题呢，这次尼加拉瓜政府显然也躲不掉。尼加拉瓜运河第一个被质疑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造成生态浩劫，因为这条运河的路线会经过许多的森林啊、农田地区，还有尼加拉瓜当地最大的湖泊以及最重要的淡水来源尼加拉瓜湖，所以很多人担心这个开凿的工程会破坏环境，甚至污染到民众的饮水资源。而第二个问题是会影响居民的权益。刚刚说到运河的路线会经过许多民众生活的地区，许多因此被撤离的民众觉得自己拿到的补偿太少了，选择站出来抗议。但尼加拉瓜政府选择强力镇压，很多人被抓走，甚至有人因此身亡。而第三个问题是，从尼加拉瓜开始挖运河之后，巴拿马政府就宣布，为了满足不断成长的航运需求，他们会疏浚巴拿马运河，让运河更深更广，还能够容纳原先的3倍船只量。所以很多人就会质疑尼加拉瓜运河能为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到底还有多少？而最后一个最困难但也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工程难度。尼加拉瓜运河的长度呢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长，所以从一开始大家就知道它的工程难度超高，所以非常的烧钱。那这个问题从中国马斯克决定投资之后，看起来就相对有望解决，但不幸的是，后来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多人怀疑微信集团之前没有工程经验，就突然接下这么大的工程，到底有没有能力搞定？而之后呢，工程的经费也从400亿美金上修到了500亿美金，开工的时间呢也从2014年底不断的延迟到2016年。这个时候，大家慢慢发现到，这位中国马斯克似乎出现了各种摇摇欲坠的信号。2016年，中国媒体网易财经发表了一篇报道，不仅直接怀疑微信集团当年那笔30亿美金的柬埔寨订单是假的，还加码爆料，微信集团大多数的收益都来自海外公司，这些海外公司大多数发展不佳，必须借贷度日，却还是跟信威签下了大订单。更可怕的是，这些都是信威集团用各种方式架设的子公司。那除了收入来源很可疑之外呢，信威就连股东的部分看起来也充满玄机。这篇报道提到，当信威因为种种的投资案获得大量的中国股民加入投资之后，那些大股东们却一个一个套现离场。虽然信威集团马上就否认网易财经的报道，但很快的这些公司的股票就宣布停牌。2021年正式摘牌，而王静也人间蒸发，现在已经完全的消失在公众的眼中。自从王静跌落神坛之后，到现在尼加拉瓜运河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当年投资了150亿美元，结果只开了10公里的土路。不过尼加拉瓜政府并没有要放弃开凿运河，在我们查到的资料当中，截至去年为止，他们的政府编制都还是有运河项目管理局。而此外呢，也有尼加拉瓜政治人物认为，总统奥蒂加跟我们断交之后，或许还是有机会从中国那边得到一些投资。但在这一次堪称诈骗等级的经验之后，尼加拉瓜的民众呢，普遍对于中国相当的反感。面对这样子的丑闻中国政府表示，尼加拉瓜运河只是民间公司的投资，跟中国当局无关。不过有点有意思的是，去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因为担心乌克兰的发动机技术被流到中国，而宣布要制裁信威集团底下的天骄航空。而当时中国商务部呢还出面反击，说这是美国人在编借口，想要打压中国的海外企业。
过去10几年间，各种突然爆红但没有多久又摔下神坛的创业天才故事真的超级的多。那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些参与投资的人好傻哦，怎么一点警觉性都没有，这么容易就把钱投下去？尤其像王静的案例，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崛起，结果突然就能够接到超大的订单，不止欺骗了投资人哦，甚至让另外一个国家政府跟民众全部都成为受害者，实在是蛮魔幻的。不过我们后来想想也觉得，在中国这种比较特殊的资讯环境里面，投资人要判断状况，可能真的是比较困难。当资讯不是很透明的时候，大家最保险安全的选择，可能就是跟着党的步伐或风声走。所以我们猜测，不管王静跟信威集团跟中国当局到底有没有裙带关系，光是官网上面那些领导关怀的照片，再加上一大串重磅投资案的报道，或许确实就能够让不少投资人误判了情势。而换个角度来看哦，就算中国官方跟信威真的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法律体制之下，外界也很容易会把一个大公司的行为跟整个中国官方的意图联想在一起，这就让两边就像是命运共同体哦，只要有一边出包了，另外一边就会跟着遭殃。好的，那最后呢，想问大家，如果今天呢有人说他要跟马斯克竞争，要做电动车啊，要进军宇宙，要买下社群平台，你会愿意投资他吗？不会哦，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很难有人可以赢过马斯克，所以不想要把钱丢进水里。不会啊，虽然回本的几率可能不高，但觉得有这种野心呢，就值得 respect 哦，投点小钱聊表心一下。所以看状况，如果这个人是贝佐斯啊或者比尔盖茨之类的富翁，我应该就会试试看。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马斯克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瑞幸咖啡以及马斯克买推特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